月照河沟啊，就照沟渠就完了呗啊。咱们这个玩法呢是噬魂2，也就是真噬魂。咱们这个版本呢，咱们玩的是一个刷分的玩法啊。这个刷分的玩法呢，咱们选的是加尔福特，号称狗忍。这个就是用投技来摔，看得出来啊，这个招真的是很烂。这个叫什么毛村？你们看一下这是什么毛村？谁给我来翻译翻译啊？啥毛村呢啊？这个太狠了！你看他主要就是抓住一个机会投技，然后就开始可以无限投，至少这个人是这样的啊。看来啊还是 Perfect 牛逼啊，看不看见啊？3000分是吧？啊！哎呦我这个分数真挺高的啊，看不看见？哎，咱们看这个是这个情况，感觉比较特殊，怎么突然就拆了？感觉突然就拆了啊！好了，奖金命中率合计啊，这个加分不多，还得是摔，看出来了，还得是摔，就是靠摔啊 ，Perfect 无所谓的是吧？稍微的小点，好了，一个摔，3400是吧？看，不34000，然后37170，这一下3000分啊！打血其实并不多，但是他需要用晃这招来投。我怎么感觉？哎，咱们看一下地上那个壁画，看不看见？那个壁画，你们看不看见？这夏洛特是这个了，这又有纳可露露，又有霸王丸。你看那个画上有这个纳可露露啊，太狠了啊！2本目始め。好了，看看这个摔是特别狠啊，就是靠这个摔来加分，还得往自己摔一下。飞行道具这个感觉还是打牵制用的感觉啊。感谢我们的未来天空的办卡。夏洛特烦恼是吗？这个真是。来看看这个命中率啊，还有什么奖励金，6万多，能加多少？完胜，看一下啊，合计1900，这是1900，太狠了啊！电脑不是为啥没动，就是用投技刷完之后，然后再去压制牙神。这个音乐非常的忧郁，看不看见啊？很忧郁。第3点可以防住，一个摔，3000分。这个在这个版本当中，你会发现，这都打了这个好几个人了啊，然后才6万多分，不到7万。所以说啊，这个还是靠技能来打分。现在有的时候可能过不去啊，有时候可能都过不去，你不是说用什么打的问题。好了，这可以抓了，直接摔死。有的时候呢，你刷分啊，你还害怕，你还觉得，哎，我不摔死的多好啊，然后又有一种感觉就是，哎，我摔死的多好，摔死的我就不用再操心了，不摔死再摔一次的话，可以多加3000分。你有这种感觉没有啊？好了，感谢我们的佑大叔赠送的88个幸运水，水神之术，但是我不怕被投，看不见。这个牙神啊，这个人物看来挺赖，挺狠的。就是应该说是可能是，人物的话越往后越难啊。第一个人物比较简单，可能是这样的。游戏都是这样的啊，过了第3个人之后开始变难了。
这个游戏想打全胜，就是全 perfect 的话，真的有点难了。好的，牙神，牙神是什么意思？牙神就是这牙成精了是吗？哎呦我的这么多哇，这么多哈士奇啊，这么多哈士奇的。感谢大树的坠卡。来看看这头上有点绿啊，这个查姆。你说好多里面的女性人物都用小屁股去打人，我一直理解不了这个事儿。你说用小屁股打人，那怎么打的呢？对吧？好了，当然可能在这里有人问了，刷分如果真是刷分的话，不应该是得死一局吗？对吧？死一局刷分不更多吗？咱们这里可能是要全胜刷分啊，奔着全胜使劲的刷分玩法。再一个摔，应该是没死。他这个投技这么赖的吗？压制起身，然后直接投，感觉他不是赖的问题。你看，一个带狗，一个带猴。狗忍，加尔福特。小时候我们觉得啊，选那个忍者还是选加尔福特，感觉还是选加尔福特吧，因为这人多带一个狗，有多一个招，狗比较猛。我感觉那鳄鱼贼可爱，你看那鳄鱼居然跟那个德勒赫一堆德勒赫在一块儿，你这个有点无敌了啊！走一个。这个刷分其实个人觉得还真是，有没有技术？我告诉你啊，在通关的基础上，就是用投技来打，其实技术上是有的。你们觉得不好看，我觉得挺好的。比如说，你像前一阵咱们播那个真天外魔镜，那个真天外魔镜不就是吗？咱们对吧？就是打那个分数，啊，那个分数其实还好。哎，这个大手。好了，你看他想抓，结果被电脑反抓，这个就是啊，就是打什么人分什么样的玩法。你打这个人，你想那么起身压制抓就不好抓。当我没说过啊，再来还能再抓？你看不能了吧？他这个套路不行的啊，他有点再燃。这狗一直搁那瞅着，这狗好的一个抓，应该是死了。正好啊，一本是啥意思？为啥叫一本？一本道是什么意思啊？好了，看看，你看这个摔，别闹了。这种大汉的投技一般都不会弱。我记得当时他们用这个人玩的时候，这个人抹血太厉害了，一大抹血。好了，这个套路这是第一次，连续2次，第3次不敢了。好了，把自己变成小人儿。这个变小人这招啊，并不是挑衅啊，变小人这招是一个招式，这个招式还真就是有用处的啊，大家伙知道啊，而不是说特意为了变这个小人来这个招式。好的，前一个投技。但是这个投技分数不高，看不看见？这投技分数是2000分啊，不是这个跑投没有那个投好，那个投技是3000分，这是2000分的投技，分数不高。这个老头长得非常慈祥。这个老头长得有点像我们当时我小时候住家边上那个玩象棋的老头。好的，这老头估计要被无限投死了，真的。这老头的罗马音叫什么？尼可什么玩意儿啊？尼可尼老六是吗？好了，还有补血的。老头开始啊，怒了之后不好抓。好了，这回能抓到了，普通摔。
没死，还可以再来一个机会。哇，他放了个东西都被抓了，放了个大人都被抓了。不是，这个真的叫尼古丁吗？啊？咋不知道还以为抽烟了呢啊？我感觉这个选狗忍这个狗全程看着，你看又有人带狗，又有人带鸟，又有人带猴子，感觉这个游戏怪怪的啊。没死吧？你看还得有一次机会。这老头死了，逼那么多话呢？你看，这个死了逼那么多话啊！我是真不知道啊。不是说你狼哥文盲，你狼哥说句实在话是个养鸡专业户，最害怕的就是鹰，知道吧？霸王丸，一会儿还有橘右京是不是啊？霸王丸这个人哇，你看看啊，这个霸王丸感觉。我小的时候，我觉得玩霸王丸的人都是锤子啊，就感觉好像只会练个旋风，然后练一个大升龙。我记得那个大升龙特别有意思，就一顿升，就好像给人感觉能打好多的血，但是打中人太难了。大斩，好马路，这个瞬身之术啊。一个忍者瞬身之术，然后马上一个大头，这个大头真的是没说的啊，没说的，是狠。天霸封神斩，那个封神斩好像我记得好像是一顿摇圈能摇出来不咋我就记得那时候他们说，哎，就玩这个游戏你不会摇那个大斩，你还玩个屁啊！我说怎么摇啊？我不告诉你，哎，贼气人啊，贼气人，就是。玉华剑士狼哥是高手，你别给我衣服扯坏了。一个摔，看，练这招的时候，这个电脑啊，它不动，它检索不到你这个人，它就感觉就是不动为好，然后结果就被抓了，还无法拆头，难受啊！但是他这招明显是打那个王虎就不行，打那个王虎就不行是吧？来看看，接下来是不是橘右京？好像橘右京跟这是一个地图，橘右京跟这个霸王丸好像是一个地图，然后这个柳生是一个地图。这个柳生的话，感觉好像据说啊，这个反正有高手玩这个人物非常的恶心啊。反正这头技其实打起啊，看起来好像是时间长不多，但是啊，其实看起来还是蛮多的。你看，再来2个头，应该稳了。这招好使，这招真的很好使啊！我来个月华屁，我玩月华肯定是使，只要让我玩肯定是白扯了啊！好了，再一个头，直接秒掉。一蹦，蹦，这柳生。哎，我记得有一个人叫什么来着？有一个，待会儿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叫天下第一的，是不是？然后有个电视剧，然后里边那个日本人叫什么来着？有个什么曹公公，有什么诸葛正我啊，反正啊不是诸葛正我，那个不是，那是四大名捕，整错了啊！好了，再一个摔。哎呦，我这个树都削下来了，2个完胜，然后再加上一顿摔，现在22万。柳生弹马手啊，对，这个名起的怪怪的啊，这个名起的确实怪怪的。好的，这是一个剧情。大丈夫。
来看看王虎啊，这个就是传说中你能那么抓他，哇，他真的能那么抓啊！来，你再跳过来直接抓我试试啊！不能那么直接抓，你看这个人物有难度啊。这人物扛，哎，你说怎么有这么多人就是长得像金刚似的，然后扛个大柱子，对吧？你们看那个《战国传承》里面也有扛个大柱子的金刚，好多游戏都是扛个大柱子。好了，就是明显就是顺身术到你身后，然后投技。如果真的是把这招学会了，你会发现这个游戏好像挺简单的，是不是？真的是有点简单的感觉啊。王虎这头这是无克。这里面吧，我觉得要是让我觉得哪个人物啊最有魅力呢，还得是橘右京啊！橘右京太有魅力了。那橘右京身后跟着一堆全是妹儿啊，全都是老妹儿。怎么说？好了，还想再摔。胜负。苏烈加油！对对，苏烈也是扛个大这个。蓝拳怎么说？蓝拳拿个图腾是吧？蓝拳也是。蓝拳。来看看橘右京，他练必杀的时候真的是扔一个橘子，然后刷刷刷，这人跟橘子干上了。橘右京这个人呢，好像据说啊，就是如果什么招都带的话，这个人物是最赖的。你看他这个地图好像跟那谁是一样的，他跟那个霸王丸的地图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晚上，一个是白天，对吧？再摔。好了，他没有直接抓，而是从空中掉下来转一圈，直接把这个橘右京给抠死，是这个意思啊！哎，你看这个狗这个狗还会抛媚眼呢，眼睛还会亮一下，就跟金牙潘有大金牙似的。如果这一下大斩真的很疼啊！这个橘右京是 UKYO 右京，我叫左京。我现在还是想起来，以前我有个朋友，他的前女友叫血晶，太狠了啊！好了，看看29万，这橘右京都病的不行了啊！橘右京都生病了啊！10级费劳，半卖半售，你就娶了我吧！大家伙知道啊，橘右京这个人物就是大家伙知道那个。这个叫什么宫本武藏和佐佐木小四郎，大家伙知道吧？这个佐佐木小四郎呢，据说就是有一招叫这个叫什么来着？有他一招叫什么厌反啊，还叫什么呢？好像叫厌反。他那招呢，很多人没见识过啊。决斗完了，岩流岛上决斗完之后呢，然后就拉倒了。但这个橘右京这个人吧，他就是会这个这个不叫厌反，那叫什么反？忘了叫什么反了啊！橘右京就是学的他，学的这个佐佐木小四郎，武藏小四郎，宫本武藏和佐佐木小四郎的结合体叫武藏小四郎。对啊，那招是佐佐木小四郎里的。宫本武藏这个 IP 啊，好多人都拍过啊，不管是电影还是啥，就哪怕我看那个哆啦 A 梦也有，就宫本武藏啊，就是宫本武藏的师傅就是野比大雄，野比大雄有一个刀叫明刀电光丸，非常的牛逼，宫本武藏都打不过他啊。再一个逃。火箭队的梗，佐佐木小次郎。好了，看看接下来是
接下来是 BOSS 了吧？应该是大 BOSS 啊。啊，对，地震啊，对，想起来还有地震这个人，我还想起来啊，我寻思我为什么少一个人啊？少一个人。地震这个人长得感觉就是，哎，你就说啊，这个地震这个身材，你能把他抓起来扔到天上再扔下来，我感觉有点不太切合实际的，你们觉得呢？非常不切合实际啊！一只头啥意思啊？刷分啊！一个头技3000分，你看319999，看319900，看没见？啊，322900，你看，这就是刷分吧？它就得有刷分的这个玩法。咱说这些比如说这个玩家叫无奈明月照河沟啊，他的玩法就是告诉你啊，就是咱们就是突破极限嘛。有的人打速通，有的人打刷分，有的人打秒杀什么的，都有各种各样的玩法啊。佐佐木小次郎，佐佐木小次郎是啥呀？地震高冈，一派西山千古秀。一说这个地震，我就想起啥了？我就想起那个玩劲乐团，然后有这个地震。这游戏刷分是没意思。其实有的时候有很多游戏刷分都没意思，但是那个真天外魔镜那个挺有意思的啊。那个刷分有乐趣，就是空中扔下来东西你也能打，扔那个人你也能打，然后再加上这个打到人身上的东西你能打一下8万分啊，这个分数真的是很好整的啊。好了，直接投死。一会儿打那个罗将神附属的是吧？阿里卡托，明明就是谢谢呗，阿里嘎多是吧？还阿里卡托，这什么发音？这是个美国人啊！罗将神 Mizuki， 感觉这个小妹儿应该是，这小妹儿怎么说呢啊？啊，哈哈哈哈哈哈！他俩干啥呢？他俩，好吧，这人不屌他，这人他也会，看不看见？不要以为你会，我也会啊！哈哈哈哈！哎，让我想起来有一个电影叫《东成西就》，那个梁家辉和梁朝伟他俩，我不。我嘿，这个啊，这俩人有东西的啊。好了，哈哈，一丝儿血。好了，这 BOSS 不防了。刚才 BOSS 还有切防的那个效果呢，他不切防那肯定是白扯了。这招打得好使啊，还得是切防啊。好了，哈哈，还是摔啊！这个如果他不切防的话，你看，哎，这个有防御姿态就不行了，有防御姿态，你看他就不行了。好了，这样的话可以抓，直接就是一手抓啊！笑得非常的皮，看不看见？笑得非常的皮啊！拽过来，好了，一脚踢死。阿里卡托，看看379700，然后报奖金380990啊，380990，可以的啊，这个分数也算是牛逼了。